在我父亲心脏病复发时，婆婆和大嫂去病房激我父亲，让我父亲把房子留给他们一家人，还说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最后我父亲抢救无效去世。我决定不再容忍这一家人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那天，我老公林子洲恰好在出差，家里只有我一个人。当我打开门，看到婆婆提着行李站在门口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突然，门被推开，婆婆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走了进来。我能感受到空气中的紧张气氛。我尽量保持冷静，帮她把行李拎进了屋里，有些不悦地问：“妈，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就过来了？林子洲出差了，要后天才能回来。你过来是有什么事情要和他商量吗？”她没有理会我，径直走到客厅，坐在了沙发上。我心里五味杂陈，知道每次婆婆突然上门，总是不怀好意。我尽量压抑住心中的不悦，轻声问：“妈，你想喝点什么？茶还是咖啡？”婆婆瞥了我一眼：“我不渴。”她的声音冷硬：“我是来看看这房子的，毕竟这是我儿子的家。”我心里一紧，知道婆婆对这套房子心心念念已久。我和林子洲是结婚前就买的，但婆婆总觉得这房子应该写她的名字。我尝试缓和气氛：“妈，这房子是我们俩的，你也是家人，随时都可以来。”婆婆哼了一声：“我知道这是你们的家，但我儿子告诉我，房本下来了，我想看看。”当婆婆提到房本时，我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与她过去的种种冲突。我记得当初买这套房子时，他一家人都不愿出钱，说是我们自己的事情。最后是我掏出了所有的积蓄，付了全款。而林子洲，他当时拍着心口答应我，说他会买车来补偿，但直到现在，那辆车还是像海市蜃楼一样，遥不可及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嘴角强撑出一个微笑：“妈，你这次打算过来住几天？你跟子洲提前说了吗？”婆婆瞪了我一眼，鼻孔都气得翕动：“打什么招呼？这是我儿子的家，我想来就来。”我心里火冒三丈，手指都开始微微颤抖。这是我的家，你不能随便做决定。婆婆像是找到了什么把柄似的，得意洋洋地看着我。我听我儿子说房本已经下来了，我这次过来是为了加名字的。我心跳加速，眼中的火焰几乎要喷出来。这房子是我付的全款，你们一分钱都没出，你凭什么加名字？婆婆气愤地回应：“这是我儿子的家，我有权利知道房本的事情。”我知道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，我需要冷静。妈，这事我们晚点再说，现在你先休息一下吧。正当我准备出门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医院的电话。我接起电话，听到医生说父亲心脏病复发，需要我马上过去。我心里像是被石头砸中，急忙准备出门。婆婆看着我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疑惑：“你这是要去哪？”我心急如焚：“医院，我爸生病了，我得马上过去。”我焦急地回答。婆婆冷笑，那笑声像是一把刀，刺进了我的心。你父亲又怎样？这房子的事情还没解决。我怒火中烧：“妈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我必须去医院。”我走到门口，又回头看了婆婆一眼：“房子的事，等我回来再说。”我知道她会继续找茬，但现在我必须先去医院。到了医院，医生告诉我父亲的病情已经稳定，但需要再观察几天。我坐在病床边，握着父亲的手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与此同时，家里的婆婆立刻打电话给大嫂：“你快过来，这是个好机会。”
大嫂很快就赶到了，两人坐在客厅里窃窃私语，似乎正在策划什么。我家的摄像头记录下了这一切，但我此时还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必须守在父亲身边，等他醒来。我正在医院的走廊里打电话给林子洲，告诉他爸爸的情况，突然看到大嫂匆匆走来，她脸上带着一丝虚伪的关心：“你爸现在怎么样了？”我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疲惫，还在观察。我淡淡的回答。大嫂似乎并不关心我爸的病情，她拉着我到一旁，低声说道：“我听妈说，你爸的房子还没过户，怎么又提这事？”我不悦地问。大嫂装作轻松地说：“赶紧让你爸把房子过户了，你这套房子就过户给我们，万一他真的，你懂的，到时候多麻烦呢，又不在你名下。”我气得差点没喘过气来。大嫂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在威胁我吗？哎呀，我也是担心嘛，你侄子马上要上小学了，得赶紧给他看个学区房啊。大嫂一脸得意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狡黠。我冷笑：“大嫂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早晚要死，你怎么现在不死？”大嫂脸色一变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看着她：“你自己心里清楚。”说完，我转身走进病房，留下大嫂气得直跺脚。我刚准备给爸爸送饭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医院的电话。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颤抖：“很抱歉，您父亲的情况突然恶化，您最好赶紧过来。”我心跳加速：“怎么会？昨天还好好的，请您尽快过来。”电话挂断，我急忙赶到医院，但爸爸已经去世。我看着爸爸那平静的脸，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。医生走了过来：“很抱歉，我们尽力了。”我抽泣着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医生叹了口气：“您父亲临终前有2个女人来访，他们离开后，您父亲的病情突然恶化。”我心中一惊：“是谁？”医生摇头：“不清楚，但他们似乎很熟悉您父亲。”回到家，我看到婆婆和大嫂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低声交谈。我走近，听到他们在讨论如何处理房子的事情。我心中一紧：你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婆婆看到我：“你回来了。”我冷冷地看着她：“我爸爸刚去世，你们就开始动我爸房子的主意了。”大嫂嘴角上扬：“这不是早晚的事吗？”我深吸了口气：“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我决定不能草率离婚，不能让他们得逞。”当我走进社区超市，我感觉到了一种异样的氛围。几位熟悉的邻居都避开了我的目光，仿佛我是个瘟神，有的还窃窃私语，指指点点。我心中一惊，怎么回事？我不解地看着他们，试图从他们的眼神中找到答案。你没听说吗？邻居王阿姨走了过来，脸上带着担忧：“你婆婆在社区里说你不孝，还说你怎么地。”我心中一沉，她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几乎是咆哮出声。王阿姨叹了口气：“你也知道，她嘴巴一直就不严，说话不经大脑。她还说你怎么不懂得感恩，她为你做了那么多。”我心中愤怒，她为我做了什么？是我为这个家付出的更多。回家后，我决定与林子洲沟通，但她却似乎完全站在婆婆和大嫂一边，告诉我长嫂如母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几乎是咆哮着。你知不知道他们在社区里怎么说我的？林子洲冷冷地看着我。我知道，但你也要理解她，她是我妈。当晚，我悄悄地进入婆婆的房间，发现了一本日记。我翻开，一页页地看去，里面详细描述了婆婆对我的真实看法，还记下每一笔给我买的东西，一块洗碗布都算。这个女人算计得真深。我推开家门，
眼前的一幕让我愣住了。我的前男友周兰飞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与婆婆和大嫂喝茶聊天，他们的笑容看起来有些勉强。你怎么在这？我几乎是下意识地问，心中的疑惑如同波涛汹涌。周兰飞显得有些尴尬，她看了一眼婆婆和大嫂。婆婆微笑地打断了她，我们只是在楼下遛弯，碰巧遇到她，就邀请她上来坐坐。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得意。我心中一紧，感觉事情不对劲。我看向周兰飞，她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疑惑和不安。她显然也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。大嫂嘴角上扬，你过去的事情，我们都知道了。她的语气里充满了嘲讽。我心中更加不安，什么事情？婆婆微笑地看着我，我们只是想让你知道，你过去的事情我们都知道。她的话语中充满了威胁。我心中怒火中烧，但表面上还是强装镇定。那又怎样？你们想通过这种方式威胁我？婆婆和大嫂相视一笑，显然已经达到了他们想要的效果。他们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想通过周兰飞来打击我，而我则决定不能再让他们这样为所欲为了。我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对付他们。其实我和周兰飞的关系，对于外界来说是个谜。我们相亲认识，但很快他坦诚地告诉我他不喜欢女的。这样的坦诚让我们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。但结婚后，婆婆总是对我有所怀疑，她时常打探我过去的恋情，尤其是对周兰飞的事情特别感兴趣。我曾经告诉过她，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但我并没有透露她的个人问题，因为我觉得这是她的隐私，不应该被公之于众。但婆婆似乎总是觉得我有所隐瞒，她总是找机会问及我们的过去。我找了个机会，拉着周兰飞到阳台。你怎么会来这里？她看着我，眼中有些愧疚。他们非要拉我上来坐坐，我没想到。我叹了口气。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找你吗？她点点头。我知道，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关于你的信息。我心中一紧。你告诉他们什么了？她摇摇头。我什么都没说，只是一直在应付他们。我心中稍微放松了一点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她看着我。我会继续帮你，不让他们得逞。我点点头。谢谢你，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也很难。她微笑。没关系，我们是朋友，我只希望你能过得好。几天后，周兰飞告诉我，婆婆和大嫂计划在社区的聚会上当众羞辱我。我心中一紧，但也有了应对的计划。我决定不能再让他们为所欲为。那天我刚从外面回来，踏进家门，餐桌上的一张精美邀请函映入眼帘。那是一张金边的卡片，上面写着华丽的字体。我好奇地拿起来，是社区的聚会邀请。我和周兰飞的名字被特意用红色标注出来，仿佛是聚会的主角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心中疑惑，正想给周兰飞打电话，他的电话就来了。你看到邀请函了吗？周兰飞的声音有些紧张。我皱眉，看到了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们的名字会被特意标出来？周兰飞沉默了片刻。你婆婆和大嫂找到我，想让我在聚会上说些关于你的事，还承诺给我一笔钱作为回报。我气得差点把手机摔在地上，他们真的是太过分了。周兰飞叹了口气，这两个烂人做的事情也烂。我摇摇头，这两个人真的是恶心到极点了。周兰飞想了想，我们可以在社区的聚会上现场澄清这件事情，告诉大家真相。我点点头，这是个好主意，但我们需要准备充分的证据，不能让他们再有机会攻击我们。周兰飞笑了笑，放心，
我有我们所有的聊天记录，可以证明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从未超出界限。我心中稍微放松了一点，那就好。那几天，我发现社区的邻居们看我的眼神都有些异样，有些人窃窃私语，有些人则是避而不见。我知道婆婆和大嫂已经开始在社区中散播关于我和周兰飞的事情，但全都是造谣，因为周兰飞根本没有告诉他们任何事情，全是那两个人编造的。一会说我和周兰飞死灰复燃，一会又说我打过胎之类的话。这种家长里短的八卦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口口相传，大家讲什么的都有。我决定是时候为自己证明了。聚会当天，我提前到达了现场，心里早已经打定了主意，要为自己证明。我穿着一身深色的连衣裙，淡淡的妆容，显得冷静而自信。我找了个角落坐下，悠闲地喝着饮料，观察着周围的人。婆婆和大嫂已经坐在了主席台上，她们身上的珠宝闪闪发光，看起来很得意，仿佛已经看到了我出丑的场景。聚会开始，婆婆和大嫂开始讲话，他们先是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，然后渐渐的话锋一转，开始提及我和周兰飞的事情。我看到周围的人都开始窃窃私语，有些人看着我，脸上露出了不屑的表情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站了起来。既然我们都在说真话，那我也有些事情想说。众人都看向了我，婆婆和大嫂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。我和周兰飞走上台，开始播放我们的聊天记录时，他们的脸色立刻变得铁青。我们详细地解释了我们的关系，告诉大家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，没有任何超出友情的关系。看着婆婆和大嫂尴尬的样子，我心中暗自窃喜。这一件事还引发小区其他居民不满。一个居民在人群中吼道：“就是这两个长舌妇，天天乱造谣。就是自己家还没搞明白呢，前几天还说别人家的事情。”另一个居民回应道。众人震惊，开始议论纷纷。婆婆和大嫂的脸色变得惨白，他们试图辩解，但已经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了。回到家中，我刚踏进家门，婆婆和大嫂就像两只猛虎扑了上来，一副要吃人的模样。婆婆气得脸色发红，指着我鼻子喊道：“你这个没教养的丫头，我们是为了你好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？你知不知道外面都怎么说你了？”大嫂则是冷笑：“你真是不知好歹，我们只是关心你，你却这样回报我们。你知道你这样做，我们多丢脸吗？”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你们是不是对关心这两个字有什么误解呀？外面怎么说，我还不是你们一口一口传出去的。婆婆气得直哆嗦：“你这个不知感恩的东西，你就这样对我们？”我冷笑：“凭什么感恩你们？我是吃你家一粒米，还是喝你家一口水了？”大嫂看着我：“你这么说，是不是觉得我们亏欠你了？”我看着她：“难道我要谢谢你们气死我爸？”婆婆哼了一声：“你爸死跟我们没关系，你就是太软弱，才会被那些谣言伤害。”我怒火中烧：“你们背后捅我刀，然后还要我感谢你们？”大嫂冷冷地说：“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你怎么能这样讲话？”我无语地看着他们，这个时候知道自己是自己家人了。讲我的时候呢，让你们天天少造点谣，死了舌头都找不到。说完，我转身走进卧室，关上门，留下婆婆和大嫂愤怒的面孔。第二天，当我刚踏进公司大楼，手机就响了起来，是上司的电话。他的语气听起来有些严肃：“你现在能来我的办公室一下吗？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走进办公室，看到上司的脸色阴沉，桌上的电脑屏幕正显示着我原本的工作计划，
但内容已经被大幅更改。这是你的工作计划吗？上司眼神锐利地盯着我。我深吸了口气，是的，但我没做这些更改。上司双手交叉在桌上，你知道因为这个计划的更改，公司损失了大量的资金，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心跳加速，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我昨天还检查过，一切都是正常的。上司叹了口气，我知道你在公司的表现一直很好，但这次的失误真的很严重。我心中五味杂陈，突然想到昨天婆婆和大嫂鬼鬼祟祟地走进我的书房。抱歉，这个事情是我的失误，我会弥补，我恳求道。上司沉默了片刻，你不是这样毛手毛脚的人，抓紧把这个处理了。我点点头，谢谢您，我会立刻处理。离开办公室后，我决定不能再让婆婆和大嫂为所欲为，我必须采取行动。都已经听到这里了，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，制作不易，我们故事继续。晚上吃饭时，林子洲的脸上写满了疲惫，仿佛一天的工作把他榨干了所有的精力。我还记得刚结婚的时候，每当他下班，我都会兴奋地迎接他，询问他的一天。他也总是笑眯眯地分享，但现在他的沉默和疲惫让我心痛，也让我对他的期望大打折扣。婆婆看着他，眼中闪过一丝得意，冷冷地说：“看看你，眼圈都黑了，都是因为他，让你这么辛苦。”大嫂似乎找到了机会，立刻跟着说：“是啊，如果不是他每天都要买这买那，让你不得不加班赚钱，你也不会这么晚回家，工作也不会这么不顺。”我气得手中的筷子都快折断了。你们说什么呢？他的工作和我有什么关系？难道我逼他加班了？婆婆瞪大了眼睛，用指甲盖敲击着餐桌。你不是一直想要这套房子吗？让他工作的那么辛苦，就是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。我冷笑，这套房子是我买的，用的是我的钱。他工作辛苦是为了我们的未来，不是为了满足我的要求。大嫂撇撇嘴，你就是太自私，只考虑自己，不考虑他的感受。你知道他每天多晚回家吗？你知道他为了这个家有多辛苦吗？我怒火中烧，我每天都在为这个家付出，你们凭什么这样说我？林子洲看着我们，眼中闪过一丝无奈，一句话不讲，只是深深地叹了口气。显然他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争吵弄得有些手足无措。那天我正在家里整理东西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周兰飞的电话。你现在在哪里？赶快来流星饭店，劲爆新闻！我刚刚看到你婆婆和一个男人进去了，来晚了吃不到新鲜的瓜。他的语气显得有些急切。我心中一惊，立刻赶到了饭店。当我走进饭店的大厅，我看到了婆婆和一个熟悉的身影坐在一起，那是林子洲公司的一名高层。我曾经在林子洲公司的年会上见过他，他们两人谈笑风生，看起来关系非常亲密，甚至有些过于亲密。我心中疑云重重，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私下会面，而且还是在这样一个地方。我躲在一旁的柱子后，偷偷地观察他们。饭后，我看到他们走出饭店，径直走向隔壁的酒店。我心跳加速，决定跟上去看看他们到底要做什么。我小心翼翼地跟在他们后面，看到他们进入了酒店的一间房间。我迅速掏出手机，开始录制视频。当我看到视频中的画面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段视频是我手中的一张王牌，我必须好好利用它，揭露他们的真面目。我决定当面质问婆婆，我需要告诉她我已经知道了，请她收敛点。我直接去了她的房间，推开门，看到她正在床上看电视。
你和那个高层是什么关系？我尽量压抑住自己的怒气，但每一个字都透露出我心中的不满。婆婆显得有些慌张，她迅速关掉电视，坐直身体。我和他只是普通朋友，我是为了你老公的前途才和他接触的。你知道的，现在的社会关系很重要。我冷笑，为了他的前途，还出卖自己，可真精彩。母亲为了儿子一路高升，竟出卖自己。婆婆见我态度坚决，突然从包里拿出一叠钱，这是50万，你拿去，但你得保证不告诉任何人。我狠狠地盯着她，你觉得我会为了这点钱而放过你吗？婆婆的脸色变得苍白，我只是想保护我儿子的前途，你可以理解吗？我冷冷地看着她，你错了。我转身离开，留下婆婆一个人在房间里，面对她自己的罪行。那天，公司的大会议室里热闹非凡。我刚刚成功地完成了工作计划中的一个大项目，所有人都为我鼓掌。老板走到我面前，笑容满面地说：“你真的很棒，我知道你能做到。这个项目对公司来说非常重要，你不仅完成了，而且超出了我们的预期。”我心里五味杂陈，这个项目对我来说不仅仅是工作，更是我生活中的一次逆袭。我想到了那些日夜努力，为了这个项目付出的汗水和泪水。正当我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，我突然看到窗外林子洲的身影。他焦急地在公司楼下张望，显然是找我。我知道他这样站着会影响其他员工工作，我只能下楼见他。他的眼神有些闪躲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应该听信我妈和嫂子的话。我看着他，心中的怒火再次燃起。所以呢？现在不是你喊长嫂辱母的时候了。林子洲低下头，我真的很后悔，我希望你能原谅我。我冷笑，你觉得这样简单的道歉就能弥补你所做的一切吗？林子洲的眼中闪过一丝泪花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我可以让他们走，我不再听他们的。我怒火中烧。那我爸呢？你能把我爸还回来吗？你知道因为你们，我失去了什么吗？婆婆的电话声音里透露出一丝得意。你现在在哪里？有事情我想和你说。我心中警觉，但还是决定去看看他想玩什么把戏。当我走进那家高档酒店的宴会厅，琴声悠扬，华丽的吊灯下，众多熟悉和陌生的面孔都在交谈，原来是林子洲公司的年会。正当我四处张望时，婆婆走上了舞台，她的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。今天，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。她的目光瞄向我，我的儿媳妇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顾家庭，不孝，甚至背叛了我们这个大家庭。我心跳加速，但还是尽量保持冷静。林子洲看到这一幕，立刻站起来：“妈，你说够了。”婆婆似乎并不打算停下。你们知道她为了什么而这样做吗？我迅速掏出手机，按下播放键。既然你不仁，别怪我不义。录音中清晰地传来婆婆与林子洲公司高层的对话，他们的不正当关系，以及一系列的权力交易。现场一片哗然，众人震惊地看着婆婆。婆婆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大嫂也是面无表情。显然他们没想到我会有这一手。本来是婆婆想在这场宴会让我出丑，可万万没想到她自己是个小丑。林子洲看着我，眼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，但他没有说话。第二天，林子洲被公司辞退，但我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，我们的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离婚后，我决定重新开始，离开这座充满回忆的城市，整理好东西，准备把房子卖掉。中介打来电话说，有人想看房。有人想看房？
你什么时候有空？中介的声音听起来很兴奋，似乎是个好消息。现在就可以，我回应。没过多久，房子的买家很快就找到了。我准备将这笔钱用来开始新的生活。听说你要卖房子了？大嫂带着几分讥讽地说，她的眼神里满是嘲笑。离婚后的女人不就是这样，一无所有吗？我淡淡地看了她一眼，心中有些不悦。你知道的真多。婆婆冷笑，她的眼神里满是轻蔑。你以为卖了房子就能过上好日子？告诉你，这房子是我儿子的，你分不到1分钱。我冷静地从包里拿出离婚证明，这是婚前财产，不予划分。大嫂和婆婆愣住，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做。大嫂的脸色变得通红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这个狐狸精！婆婆气得直跺脚，她的眼中闪过一丝恶意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儿子？我冷冷地看着她，法律就是这样，你如果不满意，可以去法院告我。婆婆和大嫂无言以对，只能愤怒地离开。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，心中五味杂陈，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期待。我知道，我做了正确的决定。我坐在卧室的地上，四周堆满了各种行李箱和袋子，每一个物品都似乎带有过去的回忆。我正一件件地整理着，突然，门铃打破了这片宁静。我走到门口，打开门，是邮递员手里拿着一个厚厚的信封，请签收。我接过信，看到上面印有一家律师事务所的标志，心中有些疑惑，我并没有找过律师。我坐回卧室，撕开信封，里面详细描述了一块地产的位置和面积。信中还提到，这块地是我父亲多年前为我购买的。怎么可能？我心中疑惑，爸爸怎么会为我买这么贵的地产？他从来没提过这事。我决定亲自去看看这块地。当我站在那块地上，看着周围繁华的商业区和高楼大厦，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这片地不仅位置优越，而且面积巨大，是城市中的黄金地段。我找到了地产管理处，他们确认了这块地确实是我父亲为我购买的，现在已经价值连城。站在这块地上，我回想起父亲过去的嘱咐，他总是说：“女儿，无论如何，你都要坚强，不要被任何人欺负。”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决定要好好的管理这块地，让它为我带来更多的财富。我不再是那个被人欺负、无依无靠的女人，我是这座城市的地产巨头。收完东西后，我打电话给了附近的保洁公司，约了阿姨上门打扫。这家公司的服务我用过几次，每次都很满意。不久，保洁阿姨来了，她是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，干练而专业。我把家里的情况简单说了下，然后就去了书房处理一些工作。大约2个小时后，阿姨敲了书房的门，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文件夹。我在次卧的床底下找到这个，看起来像是很重要的文件，您看看是不是您遗失的？我接过文件夹，随手翻开，里面的内容让我震惊。那是一份土地转让合同，上面清晰地写着婆婆和大嫂的名字。原来，婆婆和大嫂曾经试图伪造文件，转移父亲留给我的地产。所以，父亲去世前应该是把这些都告诉他们了，想让我和林子洲好好生活。然而，这2个女人仍不死心，还打这块地的主意。谢谢你，阿姨，我深吸了口气。这个文件非常重要，你帮了我大忙了。我立刻联系了我的律师，告诉他这件事情。他听后也感到震惊，这是非常严重的犯罪行为，我们可以起诉他们。法庭上，婆婆和大嫂的脸色苍白。我的律师逐一拿出证据，揭露他们的阴谋。
法官听后判决我胜诉，婆婆和大嫂不仅要赔偿我所有的损失，还要面临法律的制裁。当我走出法庭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婆婆和大嫂败诉，他们的声誉扫地，而我不仅守住了父亲留给我的财产，还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尊贵女主人。阳光透过大窗户洒在舞台上，我站在那里，看着座无虚席的观众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这块地产原本可以为我带来巨大的财富，但我选择将它变成一个可以帮助更多人的地方。大家好，首先我要感谢每一个在座的人，是你们的支持，让这个社区中心得以建成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傻，为什么不选择卖掉这块地产，过上富裕的生活？但我想说，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钱，而是能够帮助到他人，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。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人，他们会用各种方式伤害你，但我希望大家记住，真正关心你的人，是那些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的人。我眼中闪过坚定的光芒，所以请大家珍惜生活中的每一刻，与真正关心你的人在一起，远离那些只会给你带来负能量的人。演讲结束后，掌声雷动。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方向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